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个新的 technical indicator， 叫技术指标，叫 RSI。RSI 叫 Relative Strength Index， 相对强度的指标。那么呢，它是要比较价格的升降，价格升或者价格降，然后来表达买卖强度的市场分析工具。就是看买的力道比较强还是卖的力道比较强来比较。那这是1978年由美国一个机械工程师叫 Wallace Wilder 发表在一个杂志里面，然后收录于一本书当中。那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所有的这种技术指标呢，概念都要很简单。如果太复杂的技术指标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在以前电脑不发达的年代，其实它没办法用电脑算，就变得不容易被接受。那这种简单的技术指标呢，你甚至可以用手算，电子计算机按一按就得到，就比较容易，然后也比较容易看出来它里面的内涵、它的精神在里面。所以 RSI 假设有 N 天，也是一样 ，N 可以取1天、2天、3天，那你就要回头看前面 N 天的资料，在这 N 天里面呢。RSI 等于呢，它所有的 SMAU， 这什么意思呢？在过去 N 天里面呢，叫 Simple Moving Average， 它上涨的平均幅度，所以这叫做过去 N 天的隔日平均涨幅，然后再除以两个相加，那这边一个是 U 是代表 up 上涨 ，D 是 down 下跌，然后把两个加起来当成分母，那两个一除乘以100%，就是得到我的 RSI 的值。所以这边特别写 SMA 呢叫 Simple Moving Average，前面就碰到，我这里再写一下让各位记得。那我们来看一个范例，范例看了就会很清楚。这个范例呢也是我从网络抓下来的，我忘了写 source， 下次记得。我把 source 写出来，让各位知道从网络哪个地方抓出来的。比如说有6天的股价，分别是19、22、24、26、22、24、23，上升再下跌，再上升下跌。那它特别把你标出来，这过去总共7天的股价呢，因为它要算隔天的涨幅嘛，所以它只能算出6个涨幅出来。那6个涨幅或是跌幅，所以在这里面呢，红色的是涨，有4个涨，2个跌。那它可以算出来 SMDU， 这是 up 涨的幅度，所以是3加2加2加2除以6，得到是 1.5。那 SMD 呢就是下跌，那这边是跌4跟跌1，所以把4加1加起来也是除以6，得到 0.83。那接着呢，把这两个值呢，分母是 SMDU， 分子是这是分子，分母是2个相加，一除。最后得到 64.4%， 这就是我要的 RSI。那你这样算呢，你会发觉到说，其实算平均是不重要的，你直接把它除以6，这是不需要的，只是它在定义它是这样写，没有错，就是平均这个涨幅的平均值，所以要除以6。但是你发觉除以6，上下分子分母都除以6，其实是不用除的，那最后达到这边就到 64.4。那64点是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涨多跌少。如果今天涨的幅度和跌的幅度是一模一样呢，你就得到 50%。如果涨的幅度比较小，跌的幅度比较大呢，你得到值就是小于 50%。那不管怎样，这个值都介于0到100中间。所以今天我们 quiz 会考的就是一样，给你一串数字，代表过去的股价，请你把它 RSI 算出来。那我们来看看它的特性，它的范围刚刚讲过，永远介于0到100中间。那在过去 N 天所得到的值呢，如果是大于 50%， 表示涨的机会较大，表示市场很热，表示市场要买的力道比较强。那如果小于 50% 呢，表示过去 N 天跌的几率比较大，市场要卖的力道比较大。所以这边就是我想是 relative strength index， 就是表示要买的强度和卖的强度
算出一个 index 出来。他说等于50%呢，当然指的是涨和跌的几率是一样的。但这是 RSI 的特性是这个样子，但是它的使用策略，你在网上查一下，就有一堆各式各样的说明。有的说的很复杂，要看 A、B、C、D、F、G， 看5个条件才能决定要买或要卖。所以我说这边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呢，我们的任务呢是说，你今天如果要用 RSI 这样的 index 呢，我们就要靠机器学习，还有最佳化或是优化来进行策略的评估。你有这么多策略，到底哪一项策略会最好？我们用历史料回测，就知道说到底这有5条规则，到底哪几条规则是重要的，另外几条规则可能不是重要的，这就是回测的重要性。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过去根据这个 RSI 的发明人他观察到，如果 n 等于14的时候，指数最具代表性。但是我测试出来结果不是14，所以你可以回去测看看，我想你绝对跟它不一样，因为不同股票有不同的特性嘛。然后他说，如果说这某证券注意当大家讲某证券的时候，可能只适用于这个证券，你换到其他证券，这些参数都要改掉。当 RSI 升到70的时候，表示已被超买，买的人太多了，可能马上要跌，所以这时候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相反，当 RSI 跌到30的时候，跌到30%，表示证券被超卖，表示可能马上要反转了，所以这时应该购入该证券。所以我还是讲说，这个 RSI 是一个逆势指标，当它很高的时候，我们就要卖；很低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买。但是这只是他的 observation 啊，有没有他的观察？那但是另外有人提出来说，那还有一种可能啊，对不对？我刚刚讲这个14呢，是表示很长期的，过了2个礼拜嘛。那如果是用短线来看的话，比如说用3天、5天来看，如果短周期的 RSI 突破长周期的 RSI， 跟均线一样，它一旦爬上去，它就会爬一阵子，所以这是一个黄金交叉，代表要买进。那当然反过来，如果短周期的 RSI 跌破长周期，这就是死亡交叉，表示它会跌一阵子，是表示你要卖出了。所以你在上下一看，这是不是到底是有没有矛盾？其实看起来好像矛盾，其实没有很矛盾。其实我们这2个是独立的，所以独立的是说这个是长周期，这视为长周期。所以长周期呢，爬高一阵子可能往下掉，然后掉下一阵子可能往上弹。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看长周期，这是另外一件事情。2个交叉的时候有个 momentum 在上面，但这2个条件有时候会不会冲突？也有可能啊，对不对？会冲突啊。那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就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所以这边是另外一个，也是网络上写的。就把前面综合起来。他的意思说 ，RSI 大于80时要跌了，要卖；小于20时超卖，准备要涨了，要买。这跟前面是一致，但他没有讲说 N 要等于多少。那通常讲，我们刚依照他发明者的理论 ，N 要等于14，但有时候可能14不够啊，可能要18，可能要20，可能要40啊，都有可能啊。你就靠回测来决定这个参数。然后这边又讲说，黄金交叉时可以买进，死亡交叉时可以卖出。这几个条件都讲得很模糊，剩下就让各位去测。说我可以按1个参数、2个参数、4个参数，我可以放5个参数进去，放10个参数进去。那我怎么样调整这10个参数，让我最后达到最好的回收、最好的收益？那这边呢有些范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明。那这比较有趣是这个范例。这个范例，这个我就不仔细讲各位同学回去可以仔细去看一下这边有实际的案例跟你讲说对于这张股票怎样，你看，因为 RSI 大于80，所以表示涨了一阵子要跌了，要准备卖，那你去看它准不准？但它框起来都是准的。我看它怎样，一整条股票线它框起来，这个要买，
这个要卖，看起来不错，很准啊。但是我也看到其他看起来很像的，那并不像他说的那个样子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去想说到底对或不对。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实际案例，特别这里有讲到说，第一个 link 我记得就是从这里抓来的哦。第一个 link 讲的是这个，很简单，就几个规则。这个连接有超复杂的规则。复杂规则跟你讲说要买还是要卖，这超复杂的，我看都看不下去。那剩下就是说我们的作业呢，让各位用这个各式各样技术指标，然后来决定说你最后收益如何。你就看看要不要 follow 它的规则，要不要把规则里面的参数全部拉进来，然后去优化这些参数，让整体的收益达到最好的效果。好，那这边是也是一样一支简单的 MATLAB 程式，哦，这个也是请正义要帮我改掉，哦，把它改成 Python， 让各位可以跑。就是我用 RSI Profit Estimate， 哦，我用的规则呢，这边就是 RSI 画出来，这就是它 RSI， 然后上下一路震荡，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个是我抓的是一个80，一个30，哦，超过80我就把它卖了。低于30我就把它买进来，那最后经过了10年，它的收益多少？125%，哦，还不错。那这边我完全没有用到黄金交叉、死亡交叉这一类的东西，但是这边要特别注意哦，特别注意一点，你会觉得哦赚125%看起来还不错嘛？但是我上次讲过，这整个市场的大趋势哦，就是在这个2009年。这时候跌下来，其他的它都一路往上爬，一路往上爬，意思是说你根本闭着眼睛你就买、卖、都会赚钱啊。对，你就看今天下雨，好我就买，啊，明天放晴我就把它卖掉，你这样也会赚钱啊。所以就是光看这个 return 的指数，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其实是不合理。哦，所以另外一方面，这是各位也要小心的地方哦。过去的经验，我们通常假设过去的经验可以我们用来复制，然后代表用来复制，用于预测未来的结果。那假设过去和未来是接近的，那预测当然就会还不错哦。但是有时候碰到有一些情势是你从来没看过的，那你这样预测到底会不会准，这个就很难讲。那难的是说它一路在往上爬，所以你无法验证这方法是好或坏。哦，如果你真的要验证的话，是希望市场在往下掉的时候，整体大盘往下掉，你还会赚钱，这才是厉害的方法。所以这是各位特别要注意的地方。然后这个也是一样，我这个 RSI 对于它的 window size 做一些暴力搜寻、报收。哦，报收出来呢，发觉在大概40天的时候，它的 return 有132%。哦，但是你发觉这里还有一个高点在这里，这高点呢相当于大概是可能是1个礼拜吧，5天或是7、8天的时候，它还有另外一个高点。这高点虽然没有比旁边这个高点来高，但是非常接近。哦，所以对这个 SPY 的股价来讲呢，你用的方法可能是可以用短线，也可以用长线，得到获利是差不多。但是还是回到那句话，我这边完全没有在算交易费，那每一次都是全买或者是全卖，那也是而且都假设我一定可以买得到，一定可以卖掉，才得到这样的结果。哦，那这里实际上这也是用这支 MATLAB 程式跑出来，请助教改一下哦，改一下以后我们会一并把它放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当然，我们今天等于说有说了2个 technical indicator， 就是技术指标，一个是均线，一个是 RSI。我刚刚讲过，还有很多 KD 啊、MACD 啊、BIS 啊，一堆东西。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书哦，我应该把那本书列上来，各位看那本书也列出来几10种 technical indicator。哦，但是
看了几个以后，你大概有一个概念之后，你可以发明你自己的 technical indicator， 你可以把几个 combine 起来，哦，然后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这也是我们后面的作业要做的事情。好，那今天有关于 RSI 应该就是到这里就结束了。